又是一位小兄弟啊，敲碗了很久的英雄。这位英雄堪称最难杀的英雄，到底是谁呢？他还可以高输出啊！没错，就是我们很老的超龄老木古木小兄弟了。这一次走一条你绝对没有想到他能走的路，拿到11杀 First Blood， 什么都拿下一大堆的。把对面的科里纳卡加虫啊打得不要的，到底最新版中该怎么出装搭配什么阵容才可以打得那么的夸张呢？好享受。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，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你小小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Hi everyone， 我是 Matt Team 的我，这次带来的是古墓，竟然是打野的实战解说。那这一次我们呢会出到野辅啊，野辅为什么是野辅？因为这个英雄他原本呢就是很需要坦度的一个英雄，这次你拿他来打野的话，你要把他当作是一个战士，而不是一个辅助或者是说坦克，你要有输出。可是这个英雄啊，又坦又痛的英雄。根本有点像谁？有点像阿塔。那小兄弟这里这位小丑小兄弟呢，把小野怪直接给拿走啦！竟然呢没有所谓，我们还是做好自己就好。那说一下，大家绝对想不到，其实他打野很有气效。其实是你如果在玩王者的话，很多时候会看到为什么是坦克打野啊。要说盘古这些英雄有它的功用，这里看到对面的这个不断的戳啊，名字差点都忘了，阿兹卡小兄弟啊，你在这里哇这么的神秘样子，在王者的话是一个真机的样子，直接把你给收掉啊。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了，小兄弟们，其实他在王者是一个美女哦。在这里，我们拍个巴掌啊，我们高兴推你进塔，把你就这么的 double kill 双杀了。很多小兄弟呢，可能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，觉得说啊，打野就应该是高爆发、高伤害。还有呢，就是啊，一定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飞来飞去，莫拉那克罗斯啊，即便你啊没有一个穿墙的功能，你也得像一个洛克一样啊，一套就能够带走。那其实的话啊，我们用到古墓，它是一个可以的啊功能性的打野。当然啦，真的是很要看那一队的整个阵容啊。我们这里先蹲个蹲点呢，看到个小萝莉要捅他吗？先不要捅啊，这个小萝莉看上去那么的小，其实很肉的，拍一个巴掌。开心就拍巴掌来，一手一技能控到人就不用选了，你只能控到爱丽丝，那就控他，然后大招晕眩，他自然领域把他人头就这么的给拿下了。当你使用一个古墓来打野，或者是说你使用一个坦克一点的英雄来打野，以前呢大家知道的话也是可能会有看过赞尼尔打野啊，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坦度高的英雄啊，去打野的时候，哇，这里看到这景，来一手自然领域晕眩你，只剩下一丢这个血量，没有小兄弟们卡没所谓，我们这个时间点想要越他，来一手制裁，这个手术就要把对面的景给拿下了。那刚刚说到嘛，其实有时候你拿坦克打野就可以放更多的经济给自己队友啊。这里看到那么多小兄弟啊，小丑小兄弟这个时间赶过来，可是这么赶过来的话，哎呀，就被对面直接弹射到我们了，也没有关系啊。那我们在出的打野装方面呢，必定的是出野辅，而且第3阶的话，你可以合上去。这样的话，你在整理兵线的速度啊，或者是说整理野区的速度会增加。而一技能我们呢很荣幸啊，很幸运啊，不是荣幸，很幸运人能够有一个可以穿墙的，不过也要叠起你的被动才可以。那古墓最喜欢就是团战啊，一手大招。大家注意到的话，这个时间点我们靠我们的输出的，就是古墓的输出呢，对面啊总共收7个，我们自己一个人已经收了5个人头了。那在魔纹方面带什么的魔纹呢？我们会带到这个恶魔觉醒，
当你用到1技能、2技能之后啊，你再大招的话，就可以又触发你的恶魔觉醒，然后又1技能、2技能啊，把对面的捅的不要的。打古墓也要时刻注意一件事情，你要玩古墓玩得好的话，很重要一点，你的被动要很会去叠啊，很要记得自己的被动叠起来。你的叠了被动之后，你就可以像谁知道吗？像萨尼一样那么的控制，那么的爽。看到下路集结出其不意，不断开手大招，你敢踩下来，踩我们的超龄老木啊，小兄弟啊，一个巴掌拍就响了，再一捅就直接给双杀了。队友心想，这个是谁呀？这我认识的古墓吗？哎呀，你这个英雄看上去好像打人不痛。我们有出一个大家看到了破防装啊，你出了一个破防装，对面呢你打上去就会痛了。再来手大招偷 buff 之余还来手大招，这里 buff 给我们的法师没有关系的，给他吧。鞋子方面呢，因为你这一把是要输出位的，所以呢你很多时候免不了会被对面给控制。而在控制的这个情况之下呢，你来一手魔防鞋会好很多的。那有时候如果你是拿它来辅助的话，我有时候可能会出跑鞋有机会，不过这一把不太需要，节奏由你带起来由你给带起来。很多时候你要跟上，比方说莫拉之类的，那克罗斯的英雄怕自己跑速不够，支援性不够，才有机会做一个跑鞋，要不然的话，很多时候你出一个魔防鞋如果是打线的话打线很难支援的古墓，反而是对面猜不了你这个塔。那样的话，你还可以出一个误防鞋看到中路兵线这里不断的去给整理，那我们的钢枪就会出来了。钢枪这个武器对于我们古墓来说很有用。如果你真的要输出的话，你输出的时候很容易叠起自己的被动，再加上你打野辅也很容易叠起钢枪的被动，所以的话一手钢枪很有用。你开大招吗？杀爆大招，小老弟也是没有用，直接我们也开个大招，拍一个巴掌上路2位小兄弟还在上路这里可以打我们双杀了，还有一个井，我拍一个巴掌，蓝小兄弟被收掉的这个状况之下，2位小兄弟要去打魔龙，那就没有办法。不过这里真的是很可以打的。这里看到对面的这个马洛斯直接把他人头给收掉，然后看到又来杀爆大战，你最不怕就是团战型的英雄，古墓最喜欢就是多人混战了，绝对不要怕，这个是你的强项单抓并不一定是你的强项，除非你有被动叠起来，可以像萨尼一样撞人。那团战肯定是古墓很喜欢的，而且像这种窄口的话，那这里看到对面的阿兹卡被千军神雷打剩一丢丢的血量的话，也没有所谓我们等待下一波兵线的到来，扛一扛保护兵线。而爱丽丝这个时间点想要出来的话，守不住的了，小兄弟，这里该打吗？绝对该的。我们往前和戈德尔然后退一退，没有技能的时候，我们等他出雷魔阵，用完之后，这里还该打吗？不该了。这个时间点输出，如果刚刚输出的话，是应该就刚刚要输出了。那这里我们保护我们小兄弟来一手自然领域救我们小兄弟，反倒把对面的这个阿兹卡也给收掉。可是这里就可以打了，对面超级残血，小丑小兄弟回去中线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输出位主要输出位，可是刚刚如果顺着打的话，对面一定会被起码收掉4个，而且下路高地也可以给拆掉。看到甲虫小兄弟直接一捅一个巴掌拍上去，一技能第2段推他就把他人头给收下了。为什么在职业联赛很多人喜欢用古墓？因为第一，他作为一个坦克，他很难杀。有些大家看上去的坦克，其实他蛮容易杀的。比方说谁呢？查格纳很容易杀的。虽然他很难抓，可是很容易杀，他皮不厚这里直接
把对面那么多小兄弟啊打残之后，小兄弟千军神雷收割嘛，没所谓，人头这种东西你能拿你就拿啊，我不会贪这个人头的，只要能赢就行了，直接啊把对面的这位也一并收掉，把对面直接啊，我们这里状态不好，可是把对面给团灭了之后，就可以拆掉对面主宝，赢得这场游戏的胜利。还有11杀，那它适合搭谁呢？如果你是有凯撒路的话呢，这两英雄很搭，就是卡瑞兹还有梅娜。虽然我们大招呢很大范围，而且很容易晕眩，可是我们需要有人去帮我们抓人。那他会压制什么英雄呢？莫拉虽然可以让我们后排很大压力，可是我们可以很好的去保牌，一开手大招晕眩。那还有的话就是体验服里面的哲卡了，绝对秒不掉我们，而且很容易被我们让他飞不起来。那我们被什么英雄压制？特拉纳斯手很长，可以风筝我们。还有就是马洛斯，我们一开大他马上跳下来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Matt Team 的我。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分享哦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了个拜。